所以就是今天嘛，我们就邀请了肯的高中同学 Cloud，现在他不是新冠的时候见证历史的时刻嘛，在武汉的那些经历，然后由此转入咱灵性的话题，就是 Cloud 他有很多那些关于意识啊、佛学的那些分享嘛，他是武汉人，然后呢从国外留学，正好是疫情的时候回来度假嘛，然后是当年是见证了历史的时刻。那能不能就是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就是你当时的那些真实的经历嘛？因为我们频道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我也是第一次上你的频道，我觉得也挺荣幸的。然后，我是简单介绍一下吧。我大概是2019年11月份回到武汉，就是我非常幸运，我也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说不幸呢，就是我刚好卡在那个疫情前，对，然后我回到武汉以后。反正最开始的几天也是在屋里，就是你完全不能出门，然后觉得挺无聊。当时我妈就说你要不出去找个事儿做，就是你因为当时是可以申请，假如你出去做事儿，你是可以申请一个条子，相当于你去社区申请一个条子，然后对通行证，然后你就可以，你当时你是可以出去干，你只能干事儿，相当于你要不是去菜市场，要不是去当保安，要不是去那个什么类似于金天超市，就是有一些单位它是开的，相当于它是有特别的那个许可，然后它可以相当于它保证整个城市，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就是菜，我刚才说这个问题是最早期的一两周可能是有点乱，后面政府马上就调整回来，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去那个当时的汉阳的医院外面当了一周的保安，就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一月下旬吧，应该是20号还是20多号的样子。就是那个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因为相当于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就是下午的时候接到那个就是相当于那医院派了一个面包车过来把我接过去的，然后当时第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值了一个夜班，那是第一个夜班，相当于我们之后就没有夜班了。但是那个晚上有点，说实话还挺恐怖的，就你看到10个人，就是完全陌生的人，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没什么安排，他就是让你在待在这儿，然后也没什么也不要叫做什么，但是就很错愕，因为你在医院，其实医院基本上相当于你是跟风险最近的地方，你懂吗？因为那里就是里面全部都是病人，就全部都是那个环境，我都觉得，哪怕他说是无菌，但是我觉得其实都有点多多少少有点瘆得慌吧。不过第一天过后就好了，就相当于第二天早上，他带我们去了一个什么，就是睡了一觉以后，然后再给我们排了工作，然后就相当于我就是在那个医院边上。巡逻嘛，相当于干这个事儿，然后特别还有印象的点在于，那个时候反正每天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那个殡仪馆的车会出来，就相当于每天医院上下还是会有不少人走的，对，然后其次就是里面还有犯人，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个什么就是监狱里面那个疫情。那个问题其实挺严重的，好多犯人就是感染，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很容易感染，相当于对，反正其实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在武汉就是那种挺压抑吧，也或者说就是挺不知所措的感觉。你之前有没有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不确定，我也只是在小红书里面看到过这个世界有的事情真的发生的很巧合，就相当于就是挺小，对，相当于就是你不能直接归因，就是我觉得就是世界很多的因，就相当于很多的事情是复杂的，不是说简单的你把一个事情就相当于罪恶化，相当于你觉得这个海鲜市场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个巧合，在我眼里看来。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时候武汉那个什么病毒学实验室，你以前就是听说过吗？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但是我就相当于在网上传的这些东西，我无法证伪，就像你无法你无法证实它是真是假。好，对，所以我们再回到2020年那个时代，我刚到武汉以后，可能1个月疫情就出现了，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很早期的时候，我是回了一趟我的那个老家。后面封城了以后，我再回到武汉的，相当于我不在就是刚刚封城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有多乱，因为你懂的吧，就是政府有的时候他说把各种封了以后，你外界的信息你也不确定。然后当时我跟我妈说怎么样了，然后怎么样，反正开说也没什么，反正告诉我也就是很正常，只是说不能下楼了，对，反正就是啊。然后我说那你生活怎么办？就是你吃饭啊那些东西怎么解决？他说家里有菜啊，反正也没什么。当时他也挺云淡风轻的，就那种感觉。对，然后后面过了2周以后，我当时觉得要不我回去一趟，反正我就从老家回去了。当时反正武汉是说你能进不能出，就是这种状态。对，然后只进不出。对，只进不出。对，然后我们当时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就是反正路上是没什么人的，就是纯是那种就是相当于整个城市第一次感受到那种安静，就是路上因为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最多那时候有早期的时候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骑手，相当于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的确实就是相当于政府就是一刀切了这种感觉。然后那他们买菜怎么办呢？那菜吃光了谁来去送呢？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这最早期，反正当时也听群里面有说，一些极端的情况，对，也是有存在的。但是呢，我也不好，因为不是我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好去判断。我只能说，大部分因为一般中国人家里的或者就是冰箱里面多多少少会存一些很多的存货。不管是你冻的那些东西也好，包括那些东西也好，所以我觉得早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会那么大吧。然后其次，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它应该也不是说每个区都是这么做的，它应该也是有一些区可能封的严一点，有的区封的可能稍微那个松一点，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不同的差异化的情况，对不对？对，然后我让我接着讲啊。然后怎么了？听到吗？对，因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像你妈妈为什么是云淡风轻啊？就是因为大家03年经历非典的时候，可能就几个月就过去了几周就过去了。但是后来慢慢事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事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而且第二的话呢，其实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人们对于病毒的这个恐惧。我觉得有着很多人他并不是死于新冠本身，而死于就是对于新冠恐惧而矫枉过正或者因噎废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措施吧。然后你前面对，然后你前面不是说到了监狱吗？但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嘛。我觉得其实你想没想过，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因为实际上人的灵魂它是自由的。接着讲那个就是那段时间过后，其实我觉得1月份到3月份就相当于那之后的那段时间，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太那个，相当于就是因为人相当于你在恐惧以后，对吧？你压抑了以后，恐惧了以后，其实也是平常，相当于就是你慢慢的也习惯那个状态，然后后面也就相当于属于也就正常化了，然后直到就是相当于就是直到我记得好像是2020年8月份还是9月份，就那个时候慢慢的疫情好像开始那个就是就相当于那个确诊人数还有包括那些东西好像都开始下滑以后，就是整个武汉开始慢慢的就是开始有流动。因为在这个期间，我其实我是真的参与到整个事件，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外面，
相当于我干了1周的保安，然后干了1个月的今天超市的那个理货员，然后又干了3个月的外卖，真的就是相当于我一直在外面观察整个城市的变化。就是最早期的时候是路上是没有什么人的，相当于大家都封在家里。后来慢慢的就是开始就是有很多店面，相当于有很多人回来了，就是也出来开店，然后就是那个他回到他的店面里去，然后去干活，然后慢慢的外卖就开始兴起了，就是大概在2月份3月份的时候，然后那段期间就是可以给您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记得那个新闻里面还有一段就是大家在那个就是楼里面封的时候，对吧，在这唱歌，整栋楼的唱歌，就是你唱我会喝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人可能真的在家里封久了以后，有一种就是渴望去跟人社交，对，社交的需求，对，他光靠网上的那个需求可能不能太能满足了，因为网上是虚拟的，你肯定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互动，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到整个社会其实在那段时间就是最开始大家封闭在家里，然后慢慢的那个就是封闭的那个能量可能在聚集，或者说那种感觉，然后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要不出来，要不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互动会出来，对，再到再到后面就是真正解封的那一天，我觉得印象也是挺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整个城里全是响铃，相当于那个警车会就那个鸣笛，那一段我觉得当时我是在路上我哭了大概半个小时吧，就是你就感觉到整个人彻底释放了，就是我终于解放了，就类似于有点，我记得那个《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就那个最后就是他出来以后，下水管道的，对，从下水管道出来以后，那个有一个场景，有一个镜头就是大雨滂沱，哇，然后他仰天长舒，张开双臂的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疫情，我感觉就是有这么一个经历吧。其实后面再想，其实我也感觉过去了，就没有什么也特别的了，对。哎，那你说你之前做保安的时候啊什么？你接着问，没事。就是你说你做保安的时候，一天1000块钱的工资，那岂不是干7天保安的话，那1个星期就拿7000块钱？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的工资还分2种，第一种你在方舱内，第二种你在方舱外。方舱内的我们是300一天，实际上政府是拨了800到1000块钱的预算，相当于就是每个人其实政府是出了800到1000，但是那个中间有各种介绍人，对吧？中间有各种中间商，然后到我的手里只有300块钱一天。然后第二是进方舱的，方舱的更离谱，方舱的我记得当时是最贵的时候好像是1500一天还是3000块钱一天，相当于你进去就是政府就默认你可能风险很大，所以给你的钱也是最多的，对，相当于就是哇，然后我想他风险真的有那么大吗？你周围有没有什么同事当时做保安的时候，然后后来直接从火葬场里头从严重伤出来的？没有，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你后来会发现，大部分人走的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过度治疗，就是庸医，对吧？就是他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情况，就什么药都往你身上使，然后这部分人就被当小白鼠了。然后要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很恐惧，因为你人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个中医的一个访谈，就说了，就相当于就什么呢？他说就像现在的科学也证明了，对吧？就是你的肠道里面，还有包括你的各种器官里面，其实都有神经，就相当于就是当这些神经，对吧？当你的主神经长期处于恐惧，长期处于这种负面状态的时候，其实它会影响到你的肠道也好，影响到你的肺也好，影响到你各种器官的
正常工作，相当于就是，再加上你本来就是在一个，比方说你在隔离期间，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心理支持，对吧？相当于就是，所以有部分人我觉得很可能是并不是病毒有多厉害，而是就是心态的问题。就相当于他那个肉体机能的衰退是他自己精神上恐惧的显化，然后对对对。然后自己很不幸的就是自己被自己吓得离世了。而且，当然那个病毒，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厉害的点在于，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我后面去查我的肺里面还是有一点结合，就是有一点那个什么叫做玻璃碎叫什么忘了，还有一个叫什么纤维，反正就是有一点点，但是不多，纤维化，就是属于那种肺部纤维化，对纤维化有一点点，但不多。就是我敢确定，就是早期的病毒还是很猛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就相当于破坏性的。但是慢慢的，因为相当于慢慢的人和病毒其实是会共存的，就相当于它在共存的过程中，可能就形成了某种就相当于慢慢的这个病毒的那个毒性可能会减弱。的感觉，相当于你的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跟它之间形成了某种 PY 交易，你也不知道。对吧？那你是感染过一次吗？我感染过一次，我在深圳的时候，你没有感染过吗？我感染过。对啊，我感染的比较晚了，都是在可能疫情爆发了1-2年之后才感染第一次。哪一年？没有，我也是。我早期我是没有感染，就早期我是 OK 的，就是当时当时为了避免被感染，对吧？我每次出门，第一戴3层口罩，第二次是一回来我就用我当时的那个洗手液，就是相当于确保相对安全。对，还好我就比较幸运，我也没感染，就早期我是没感染。你们是哪一年感染的22年嘛，就是解封的那个，就是彻底说政府说放开吧，不管了，放开吧，然后所有人就开始那个冬天嘛，我记得是个冬天，然后我当时还是武汉回深圳，然后一回深圳我就感染了，就特别离谱。肯定没有吗？肯定有没有感染过？我22年感染过，当时是在图书馆，就是奥密克戎的那一波嘛。奥密克戎对。发烧，然后感觉就头重脚轻的嘛。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有那个新冠的那个，好像是说把鼻涕也不是鼻涕，就是在那个鼻翼里面去拿一个棉签搅和一下，然后搞一个什么培养液滴到它那个快筛里面。然后我一看，哇，两道杠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从椅子上面滑下来了，就不是说它有多恐怖，而是说我完了，我有后遗症啊，怎么办呢？要死了。然后但是后来其实实际上就1个星期不到就好了，然后就跟普通的一个发烧也没太大区别。但那个时候就我妈她朋友圈，也不是朋友，就是她总给我发链接，千万不能得新冠啊。得了新冠很多后遗症啊，一辈子你的肺就废掉了，然后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老一辈的人，我不知道，可能他成长的经历吧，就是弄得他们时时刻刻都处于那种恐惧、那种担惊受怕的状态当中。其实也跟时代有关吧，因为毕竟在他们那个成长的时代来说，就是有各种就是不确定性的风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风险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灵，来自于焦虑，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他们那个时代可能还有生存方面的问题，对吧？对，就有一定的那个影响，我觉得是。对，而且就是中国人民，如果是说你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话，应该是得向全世界。至少你要道歉一下嘛，你不说赔多少钱，但他也没有，所以每次老外问我从哪里来的，你老家是哪里，我先给他道歉一下，他说哎呀都没事，所以
所以一般老外都说没事嘛。这个你不可能是明明是说中国那个出来的病毒，我不管是人祸还是天灾嘛，这东西你就是像我们中国人那么喜欢跟老外说，哎呀你要道歉啊，你要道歉，你辱华，那为什么我不能道歉一下？而且我本来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对吧？啊，然后对吧？你先叠甲吗？啊什么？先叠甲。我说你先叠甲。叠甲是啥意思？意思就是先给自己穿一个盔甲，免得人家攻击你嘛。对啊。我唯一就是有次跟那些就是跟爱尔兰有一群调皮的一些小孩嘛，有一点争执啊，那小孩基本上都是小学生，然后他们朝着我 coronavirus， 就这个对我，别的大人那从来都没有对，而且本来你要英文里面有一个女名就叫 corona， 它本来就是花环、花冠的意思。那你说当时武汉解封的时候，就是所有鸣笛半个小时，那是哪一年哪一月？21年的上半年，我不记得哪一个月了。我记得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可能就是应该是21年，然后21年那年刚刚解封完以后的吧，然后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还是5月份吧，5月份还是6月份不记得了，反正然后我就是刚好借这个武汉解封的这个机会吧，我就进外贸了，我只是记得这个了。对啊，对，对，那个时候我浙江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堂姐嘛，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联系到了欧洲的有一些那个要买口罩的一些商家，基本上一个月挣了600多万，接了600多万的单，不是纯利润啊，然后。对，后来他就问我能不能就是帮他去那个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我人在爱尔兰嘛，而且我当时读硕士，对，我听哇600万，那我还要什么硕士，要什么博士学位啊？你说就算读了博士，当了教授，一直干到退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后来我就在想，那我们那怎么卖呢？他说他有货源吗？难道是说让我去直接在药店里面一个个上门推销吗？他说不是的，这个东西一般都是在网上买嘛，他基本上互相都没有见面，一般做外贸的啊。然后后来我就想搞一个亚马逊的网店嘛，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学生签证学生身份不能做生意的，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那要做欧洲生意必须得有当地的这个绿卡嘛。啊，就后来我就那么多年就奋斗拿到了绿卡，现在可以做生意了，但是这个风口又错过了，不过得等下一个风口嘛，所以现在咱们瞄准下一个风口，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口，像那种事后诸葛亮打嘴炮的话，那你还不如琢磨下一个。不同时代，不管经济上行还是下行，政治怎么样的，它永远都有人他能够就是相当于把握到那个时代的那么一个风口嘛。或者说不按常理出牌，对吧？是，反正那个时间真的做口罩的确实赚疯了。我就是我认识一个，就是我表哥的他的老板，当时就在仙桃那边做口罩，他们那个厂反正就是当年就深圳提了2套房，就一两应该是2-3千万吧至少。不过呢，要是再提升一个维度，把握到了没有把握到，其实就是如果根据开问的理论来说的话，这些都是教咱怎样入世的，他是想教咱怎样出世嘛。因为人生就是轮回，就是赌场啊，哪怕是我在赌场里面多赌了，搞些金币，生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对吧？所有的，尤其在中国啊，所有人的一生的那个学历、学识、功名利禄，然后房子还是怎么样，最后都会终结于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头。对，而且去世了之后，没有，我觉得它是拿来用的，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他给了你更多的便利，就是他给你更大的自由度。对，自由度和便利度来说，我觉得它只是在这种程度上更能满足你。当然，如果从佛学的利他的角度来说，它能更好的满足你去利益别人。但是呢，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也得接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像说的，你就不在风口上面，或者说风口就不朝你开，你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做该做的事情，相当于你做 YouTube 这件事情很好，
我觉得我当初我一直想做，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卡在哪儿，就是你不是做了一个 B 站频道，而且做了那么多发布的那么多内容，其实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卡在那个什么地方，我现在还没找到，我究竟为什么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坚持这个事情的。所以按照上一次胡桃的说法，就是你需要一个命格八字都很硬的人来带一带，比如说我，对吧？可以，挺好。对，哎，对了，这个Neo你怎么看呢？就是比如说那个金钱啊、风口啊，还有自媒体啊。我觉得风口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嘛，不管是经济上升还是下降，都是存在的，只是可能这些风口可能不适合你，你需要找到适合你的风口，因为每个人他的才华不一样嘛。像比如现阶段你可能没有太多好的风口，你可能需要做的更多是学习或者积累自己的这些能力嘛，或者说内涵吧。我觉得自媒体目前确实是一个风口，而且这个风口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因为未来其实很多大量的工作都是被 AI 替代的嘛，所以最重要的是那种灵魂能够参与的工作，比如说你是作家呀，或者搞艺术的，或者说是做自媒体。所以对，包括像你说的那些懂这些命理啊这些的，我觉得这都是未来会比较热门的领域吧。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吧。而且我有时候很质疑啊，你看，比如说像大学的教育因为别的专业我不懂，我就拿计算机来举个例子啊，就是越是有用的东西，反而根本就不教。比如说什么东西有用，比如你。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